我的频道。那今天这支视频呢，将会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高风险和最严肃的一支视频。相信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都在为这个新冠状病毒所濒临崩溃。如果你初来到我的频道，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处境。我是一名在纽约上州读大学的大学生。由于疫情的原因，上周大概1周多前，纽约州州长就已经下令所有的苏尼和 CUNY， 就是所有纽约州立和市立的公立大学都要改成远程线上学习，就是说我们再也不能坐在课室上学习了，这将会持续到这个学期结束。所以呢，1周多前呢，我就被我爸妈接回来市里了。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就一夜之间我就要从宿舍 pack 好收拾好所有的东西，然后急急忙忙的回到家中。然后那几天我脑子里面还是懵的状态。然后今天已经我待在家里的第8天了，回到家之后我也再也没有出去过。我的爸爸也不得不停了他的工作，待在家里，然后整天捣鼓各种吃的。但是我今天要带大家出门一趟，我想带大家看一看，因为我想带大家去看一种高危的职业人群。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已经知道，我今天要带大家去纽约的超市，还有就是纽约的收银员，他们都是怎么保护自己的。虽然他们不像一线的医生、护士那样就是高风险的接触病人和就是受到大家那么多的关注，但是我觉得超市收银员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敬佩的。大家都知道，由于疫情的原因，超市不得已成了很多人聚集的地方，人们抢水、抢纸还有抢米。我听说这1个星期以来，超市里面的排队都是长长的。到现在为止，很多企业和很多公司都已经停了，就不能再工作了。但是超市啊、药店啊这些地方还是得继续营业。到目前为止，今天是3月22日周日，然后现在是11点55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纽约确诊人数的数据。我看了这个数据呢，是由北美省勤快线的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的。截止美国西部时间3月22日8点54分，美国全国确诊的人数已达到3万人。纽约州是美国所有州确诊人数最多的一个州。到目前为止，累计一共有15168人确诊，死亡人数114人。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纽约州的详情，其中纽约市就已经确诊了9045人，死亡60人。再来详细看一下纽约市的各个地区。那现在纽约市5个地区里面，确诊人数最高的是布鲁克林，达到了2484例。然后第2个区域确诊人数最高的就是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区域，皇后区2254人。仅仅在纽约市的1/5个区域里面，我现在居住的区域是纽约市里面确诊人数排名第2高的区域，所以就是现在出门是非常非常高风险的。但是为了带大家看一下现在纽约市超市的状况，还有看看一个特别的人，我们现在带着相机就出发吧 ，Let's go！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为了防疫情做了哪些准备。首先一进门呢，我就在这边写了一张入家指南，就是各种回到家以后要做的消毒步骤。然后这下面呢就有一瓶装有酒精的瓶子。然后我们家每个人回到家之后呢，都拿这个酒精来喷一下我们身上的衣服。然后在这边饭桌的角落呢，可以看到有各种瓶瓶罐罐的东西，它们都是用来增强免疫力的。就像这2瓶，它们是补充维他命的，然后这个是喷喉咙的，这个是漱口水，每一次回到家都要漱口。然后这个是我洗眼睛的药水，然后这2包是润喉糖，然后这一堆就不用说，就是口罩了。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了，然后我现在来做一下防护措施。首先要戴个眼镜，最重要的就是戴一个口罩，铁丝在上面。
好紧张啊，怎么办？我就不戴帽子了，因为我打算一回来呢就洗头洗澡。因为电梯这边比较封闭，所以空气不流通，然后我就打算走楼梯下去。虽然我们家在6楼。见到希望了。在路上看到好多警车，这就是周日的纽约市皇后区。我现在就要去超市了，好紧张啊！现在我去的是一个华人超市。现在路上的车真的很少，我天！我看到了几个老人家竟然不戴口罩，我要进去了。大多数都有戴口罩，然后看到有很多货架都已经空了。那我们现在赶紧去看一下超市收银员他们都有什么装备，眼睛都起雾了。走了。大家，我现在已经出来了，随便逛了一下，赶紧出来，因为里面的空气还是感觉有点闷的。超市里面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也不想挡着人家的道，所以我就赶紧出来了。刚刚看到的那个跟我挥手的那个人呢，其实是我的妈妈，她就是超市的工作收银员之一。然后她刚刚那身装备，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她有全套的这个防护服，然后有口罩，有护目镜，还有手套。我觉得所有的收银员都值得拥有这样的装备。每天接触那么多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又要去另外一间是美国的超市看看，这些收银员准备的怎么样？哇，竟然没有了。他们并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诶，好像最多就看到个口罩。纸巾，我天哪！看来美国人最重视的还是买纸巾呢。然后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些收银员，有一个简直就直接不戴口罩，然后有另外一个是戴了口罩。他们并没有华人超市做的那么就全套。哇，这些又是什么？我刚刚去的这个美国超市呢，就是让我很惊喜的是，他们竟然没有排队，就是空的，收银员也只有2个而已。虽然我刚刚是这么简单的出了一趟门啊，但是我回家之后还是要非常认真的消毒。然后我打算一回去呢，就直接洗头洗澡，当然是先洗手了，然后再做其他别的拿衣服啊之类的。好，那我们回家之后再见。
我洗完头洗完澡了。那刚刚在华人超市的时候呢，想不到还是很多人在超市里面的，大家都是买一大堆东西囤货。虽然排的队伍不是很长，但是也可以看到是很挤的，传染的几率其实也是蛮高的。还好大多数人都有戴口罩，我依稀还是看到有几个人不戴的，甚至看到有老人家没有戴口罩。我不了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口罩这个东西呢，还是买不到，还是说太贵了怎样。后来我又去了另外一家的美国超市，让我震惊的是竟然没有人在排队耶。顾客大多数呢都有戴口罩，但是让我很震惊的这收银员竟然其中有一个是完全没有戴口罩的，然后另外一个戴了，但是他把口罩给拉下来了。那更别说更深一级的保护措施了，那他们可能是更相信洗手吧。我去的2家超市呢，都看到了很多空的货架，就很多东西依然是很缺的，就像水呀、米呀、厕纸啊。但是我想说，真的是买足够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好了，就没有必要跟风去跟大家抢一样的东西。这样一来，不仅仅让真正需要这个东西的人没有买到，而且还增加了自己感染的几率。如果没有很必要紧急的事情呢，真的是不要出门。我看到还有很多年轻人出门聚餐啊、聚会啊、去玩啊之类的。我也问过我一些美国同学，他们就认为说被感染的人都是老人家，就那些免疫系统比较低的人，就我们这种年轻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感染的。但是这其实并不是，你们知道吗？被感染人群的一半都是年龄20到40多岁的人，并不是说年轻人就不会被感染。当然，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可能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即使你被感染了，治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一点。但请你也考虑一下你身边还有你的家人，或者你路上遇到的一个路人，如果你被感染了，然后你传染给他们了，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免疫系统，那样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任。那如果我们大家都待在家里面呢，遵守秩序，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出门的话，那这样疫情就会更快的被控制住，然后我们就可以早点出门玩耍了。那现在回到这个视频的主题，超市收银员，就是现在疫情当下，他们依旧在工作岗位上拿着一样的工资，冒着高风险上班。很多人都有劝我妈说，要不就别做了吧，但是我妈却说不行啊，如果大家都是这个想法啊，你也不上班，我也不上班，那超市就要关门了，大家就没地方买东西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啊，我们上班就小心一点，保重好自己，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放心吧，没问题的，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的。跟我说过，上班的时候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真的是太忙了，而且他吃饭都是2点多他才吃他的午饭。那希望大家呢都能怀着感恩和尊重的心态去对待疫情下努力奋斗的每一个职业，他们都是非常伟大和值得敬佩的。同时也希望大家保重好自己，身体健康，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答应我，下次见我的时候也要健健康康的哟，拜。